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，同大家睇單大陸嘅奇案啦。呢單奇案呢，喺2002年發生噶，就叫南京湯山投毒案啊。個起因就竟然因為妒忌鄰居嘅生意比佢好，所以就用所謂嘅毒鼠強，令到42人死亡啊！毒鼠強呢，就係所謂嘅老鼠藥啦。咁成日都講啦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啊！而呢單咁大型嘅投毒案喺當地呢，有過百名嘅群眾就買咗一間老字號嘅燒餅，食咗燒餅之後，有好多人出現咗嚴重嘅中毒反應，一共造成42人死亡。喺2002年嘅9月14號係一個普普通通嘅日子啦，凌晨4點幾啊，南京湯山有一間叫中武麵食店嘅飯館開店營業啊，老闆陳中武每日一起身呢，就要整餅啦、整麵啦，而中武燒餅鋪嘅燒餅呢，係當地一絕嚟噶，好多湯山人都中意食呢間鋪頭嘅燒餅噶。每日朝早5點就有小販去到陳中武嘅鋪頭入貨啊，而喺案發嘅呢一日嘅朝早，陳中武同平時一樣起身整燒餅啦。咁朝早特別忙啊！陳中武就要先將麵粉擺入去攪拌麵粉機入邊攪兩攪啦，然後再做燒餅啦。凌晨5點幾呢，已經有一啲比較少嘅攤販過嚟麵食館批發燒餅。陳中武好忙啊！異常情況就由嗰一日嘅6點幾開始。中武麵食館旁邊就有個工地嘅，好多工人呢，朝早都係特登過去鋪頭嗰度買燒餅食啦。咁當日朝早有啲工人食咗燒餅之後啦，有肚屙有嘔吐啦。咁有一個工人啊，叫陳強啊，食完燒餅之後就落去工地做嘢啦。啱啱去到工地門口啊，就覺得好肚痛啊。陳強痛到皺晒眉頭，趴喺地下，個表情好痛苦啊。咁幾分鐘之後呢，陳強就瞓咗喺工地門口，渾身抽搐，而且口吐白沫啊。而陳強倒地不起嘅呢個動作，亦都係引起咗工地其他幾個工友嘅注意。有人就去到陳強身邊，想睇下佢發生咩事啦。咁竟然呢個時候仲有其他工友呢，有類似嘅情況啊。工地入邊好幾個人啊，都出現肚屙、嘔吐、嘔白泡啊。其他幾個工友唔知道呢幾個人到底發生咩事，只能夠喺旁邊呢好急，但又唔知可以做到啲乜嘢。有部分嘅農民瞓喺地下上邊，而且手呢仲揸住未食晒嘅半個燒餅啊。咁所有事情好似都指向緊手入邊嘅燒餅。除咗農民工出現類似中毒嘅症狀之外啊，附近有一間學校亦都有小朋友出現咗不良反應啦。中武麵食館附近有間小學啦，小學餐廳嘅負責人啊，每日都會去到嗰度去批發燒餅攞翻去賣。咁當日學校有好多學生都食咗燒餅啦，而呢啲學生食完燒餅之後亦都係有不良反應啊。咁有啲學生啊，仲未入到課室就已經有肚痛、嘔吐嘅跡象啦。有部分嘅學生啊，仲痛到喺地下嗰度打滾啊，口鼻流鮮血。學校嘅老師見到學生呢個狀況好慌張，即刻走出去求救。有個老師一邊跑一邊大嗌：中毒啦！中毒啊！啲學生中晒毒啊！有一個過路嘅女人呢，就問老師咩事啦。個老師就話啲小朋友食咗中武麵食館嘅燒餅。咁個女人唔信燒餅有毒，就同個老師講啦：我每日都食佢哋嘅燒餅，點會有毒呢？咁呢個女人呢，唔怕死喎，攞咗個袋嘅燒餅出嚟食咗幾啖啊。過咗冇幾耐呢，佢都出現肚痛嘅反應啊。附近仲有一個政府部門嘅單位，佢入邊嘅公務員呢，亦都食咗中武燒餅鋪嘅燒餅啦。咁呢啲公務員出現同樣嘅中毒反應，有啲中毒嘅人受傷好嚴重啊，仲未送到去醫院已經歸西啦。大量嘅學
生、農民工仲有公務員都出現中毒反應，大家全部咧都係指向中武麵食館嘅燒餅有問題啦。但係中武麵食館係湯山嘅老字號餐館嚟嘅，賣燒餅賣咗10幾年都冇事，點解今日嘅燒餅係咁多人有不良反應呢？咁工人、學生、社會人士同埋政府部門唔少嘅人出現中毒反應，係引起咗南京湯山部門嘅注意啦。當地醫院急救電話打到爆晒啦，大量中毒患者送到去醫院治療，因為患者太多啊，當地嘅醫院無法收治啊，有一部分中毒嘅人就要送到去南京其他地方嘅醫院睇病啦。南京湯山鎮83醫院嘅患者最多啊。咁有一個醫護人員就講啦，9月14號當日啦，6點之後啊，就有人因為中毒送咗去醫院啦。患者源源不絕咁送入嚟啊，當日醫院呢就收咗過百名嘅患者。9月14號6點到7點呢段時間中毒嘅人最多啦，亦都係當地人食早餐嘅時間啊！呢個咁大規模嘅中毒事件引起晒當地所有部門嘅注意，警方開始護送呢啲中毒者去醫院啦。南京軍區醫院收留咗200個中毒嘅患者，有啲患者中毒比較輕，通過洗胃之後呢，病情就緩解咗啦。有啲患者中毒好深，送到去醫院乜都做唔到，已經斷氣啊！大量中毒比較深嘅患者都會出現口吐鮮血、渾身抽搐、肚痛嘅症狀啊！醫生唔確定佢哋到底中咗咩毒，採取唔到任何嘅手段啊，只能夠通過洗胃去緩解症狀啊！但係有咁多機可以俾佢哋同時洗胃咩？去到9月14號啊，南京湯山講得上係一片哀嚎啊！醫院入邊逼滿晒中毒嘅患者，有啲小朋友年紀輕輕就因為中毒太深不治身亡，家長睇到小朋友死咗，亦都係傷心過度暈買啊！所有中毒者都係食過中武麵食館嘅燒餅，當個燒餅係有咩事呢？而警方成立咗調查組，將中武麵食館封鎖，就對鋪頭入邊未賣晒嘅燒餅進行檢驗分析啦。咁喺佢哋嘅燒餅入邊分析出一種烈性毒藥，除咗燒餅之外，麻團、油餅入邊亦都有毒藥殘留啊！警方得出結論，呢個呢係有預謀嘅投毒案件。中武麵食館嘅老闆陳忠武同幾個員工俾人送咗去公安局。陳忠武對於警方嘅審訊一直聲稱自己冤枉，話自己開麵食館10幾年啊，從來冇人因為食燒餅出現問題，點解今日先嚟故意投毒呢？我唔會想打爛自己金漆招牌噶嘛。警方認為陳忠武嘅講法有道理，個麵食館開咗10幾年啦，呢間燒餅店好賺錢啦，冇必要做一個咁樣嘅動作去自斷財路啊！警方入到去中武麵食店調查嘅時候，發現麵食店嘅酥油、白糖含有大量嘅毒鼠強成分啊，就懷疑有人喺燒餅嘅酥油嗰度落咗毒喎。咁經過調查，有一個疑犯終於浮出水面啦。中武麵食館旁邊亦都有一間早餐店嘅，早餐店嘅老闆叫陳正平啊。咁陳正平個早餐店同中武麵食館開埋一齊嘅，但係生意呢肯定比唔上中武麵食館啦。陳正平對陳忠武呢係又妒忌又羨慕啊！案發之後呢，陳正平就以返鄉下探親做理由消失咗啦，到而家仍然下落不明啊！陳正平就俾警方列咗做頭號嫌疑人啊！案發第2日，警方得到可靠線索，陳正平準備由上海坐車去洛陽，警方就同河南鐵路局攞到聯繫。9月15號就將陳正平逮捕咗啦。陳正平被捕之後交代咗自己嘅作案行為啦，警方就喺陳正平嘅袋同埋背囊揾出關鍵成分嘅毒藥。老鼠藥啊！陳正平就話自己嘅鋪頭開喺中武麵食館旁邊，
中武麵食館每日生意好好，自己個鋪頭生意冷清啦。咁而且兩個人喺經營過程入邊都發生口角，陳正平先會產生報復心理啦。9月13號夜晚，陳正平就帶咗大量嘅毒鼠強，偷偷地入咗去中武麵食館嘅後堂，將呢啲咁樣嘅毒鼠強藥劑呢，就放咗喺酥油同埋白糖呢啲原料入邊啦。2002年9月30號啊，江蘇南京市嘅中級法院對呢單案進行審理啊。陳正平喺燒餅原料嗰度放毒鼠強，一共造成42人死亡、300人受傷啊。南京市嘅法院判佢死刑，同年10月14號亦都執行埋死刑啦。而呢個陳正平啊喺法庭上面講啊，就話自己唔係特登噶，因為冇文化，未試過投毒呢件事啊。所謂嘅投毒呢，目的只不過係想陳忠武出醜啊，估唔到害死咁多條人命啊。呢一番說話講出嚟呢，成個法庭上邊嘅人啊都話咗一聲啊，可以咁無恥嘅喺法庭上面講啲咁嘅嘢，而且佢亦都係裝模作樣咁樣喊咗2次啊，就想法官饒自己一命啊。但係其實行到呢步呢，害死咁多人，死刑肯定係走唔甩噶啦。當然佢亦都係想提出上訴啦，不過最後亦都俾法官駁回咗佢上訴啦。咁因為生意唔好呢，竟然就對隔籬嘅鄰居心生妒忌，而呢一種妒忌竟然係可以令到300人中毒、42人死亡啊！老鼠藥係一啲乜嘢嘅藥？我諗佢一定好清楚嘅。喺大陸好多人都會知道，一飲就死嘅，即係同我哋喺大城市生活唔一樣啦。大陸佢哋接觸嘅呢類嘢肯定比我哋多，知得更清楚，冇理由係落完毒就叫小教訓嘅，肯定呢就係想要佢鋪頭永無寧日翻唔到身咯。當然啦，佢而家就用咗自己條命去炒起人哋間鋪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呢，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。大家有咩想講呢？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